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变态，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终于买到了这把吉他，还好这个世界歌曲不完善，以后在街上卖唱混个温饱，到时候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去捡瓶子，有了钱后还能吃到金黄酥脆的炸鸡。想到如此美好的未来，你差点口水都流出来了。此时站在你对面的热巴看到你一脸变态的笑容，顿时眉头紧皱。长得倒挺帅，没想到是变态，哼！热巴冷哼一声，越想越气，索性将手机拿出，悄悄打开直播，对准了你。大量的粉丝涌入，各种弹幕纷纷起飞。哇，老婆开直播了，这是在乐器店吗？楼上小屁吃，那是我老婆。这个长得跟哥哥似的小赤佬是谁？而对这一切你却浑然不知，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吃不完的炸鸡，还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想到这，你微微低下头，忍不住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吉他的共鸣箱，就像是在凝视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流口水，小哥哥真好看，那目光好像是在看热巴呀。他笑得有些古怪。甩是甩，颇些是个变态。而此时的你想到不久以后就可以吃到小吃摊价值0.1根眉笔的炸鸡，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卧槽，长这么帅还这么变态吗？臭流氓！热巴赶紧离开吧，直接上去用你的小拳拳锤爆他！此时热巴气得浑身发抖，冲着你愤怒地挥动着拳头表示警告。看到你将目光下滑，移到了热巴的臀部，一只手还明目张胆做出抚摸的动作，直播间的粉丝气炸了。这是什么狗东西，敢猥亵我老婆？求地址，老子立马去干他！店里肯定有监控，让他进局子。见到店员回来，怒火冲天的热巴仿佛一瞬间有了靠山，握住半杯冰冷的水，狠狠地向你泼了过去。冷不丁的猛然一哆嗦，吉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听到咔嚓一声，你心中一紧，顾不得去找跌落的墨镜，连忙跪在地上寻找掉出去的吉他。这可是你期待了好久，黑暗中摸爬滚打了好久才得到的希望之光。怎么可能？他是盲人？演的吧，肯定是怕热巴追究。我就说，那么帅的小哥哥，怎么可能会是变态？会不会我们误会了？你没事吧？热巴仍然不太相信的伸出手挥了挥，没有了墨镜遮挡，那双深邃而暗淡的眸子就这样呈现在眼前，茫然很有灵气，却没有焦点，像是缺少了更新的蜡烛，等待着某一个人来点亮它。他真的是盲人？事实都摆在眼前，还用我多说吗？难道还想着自欺欺人吗？他已经够可怜了，你还这样欺负他？这是什么态度？顾客是上帝好吗？就是我家热巴又不是故意的。知错能改，本来就是热巴误会了人家。热巴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没事，他可能是不小心走路绊住了。你摸到那把摔出去的吉他，向后无力地坐在地上，整个人像是丢了魂，愣在了原地。只见你抚摸的地方已经碎裂，下方的共鸣箱也已4分5裂。你叹了一口气，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好不容易就要步入光明，那光明却破碎在面前。听到你的叹气，热巴心中一揪，柔声说道：既然因为我弄坏了，那我陪你一把好了。你心灰意冷地说道：不必了，都是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呢。说着撑起身子，摸索着去寻找自己的盲杖。我已经狠狠甩了自己2巴掌，我真该死啊，我真该死啊！他好可怜。望着你落寞的身影，热巴心中更加内疚，眼睛一红，差点就哭了出来。这吉他多少钱？500，这么便宜？才500呀，我还以为好几万呢。热巴，丢给他1000，道个歉就好了。盲人的500块，可能没有那么好赚吧？便宜？你知道那位先生是怎么才攒了这500吗？那是一个一个硬币攒出来的。我亲眼看到那位先生为了捡瓶子换1块钱，双手都被玻璃渣子划得满手都是血。饿的时候就啃一口馒头，连咸菜都舍不得吃，就喝一口凉水。长的时间不敢说，但是最近1个月，他天天都是这么吃的。哪有人会这么可怜，连咸菜都吃不起？恐怕是肉吃腻了，想换个口味吧。楼上的，我忍你很久了，他是个盲人。在直播间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热巴可没时间去看手机，急忙说道：那我再给他买1把好了。抱歉，那把吉他只有这1把。那位先生很喜欢这把吉他，每次都是将双手洗干净，穿上整洁的衣服，
才会去摸它，有时候能摸很久。没有了。热巴忽然有些不知所措，看着墙壁上挂的标价不菲的吉他，热巴快速的找了一把颜色相近的，付过钱后急匆匆跑了出去。接上集，热巴找了一把吉他，急匆匆跑了出去。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给你。稍等，小姐姐，小姐姐，你还在吗？没有人回应，你站在原地摸着新吉他的材质和分量，明显比刚才那把好上许多。这世界还是好人多呀，谢谢。看到你的一举一动，热巴的心里更加内疚。明明是自己先搞错了，他还感谢我，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小狗狗角色呢呀？小哥哥要去哪？小哥哥要做什么？见你开始向前走，热巴连忙跟上。见你来到一处贴近墙角的位置，准备调试一下吉他，在这里唱歌。旁边小吃摊的老板看到你戴着墨镜，拿着盲杖，这是要在这里唱歌吗？要歌唱得好，倒也罢了，还能多吸引点人来。要是难听，那岂不是影响自家生意？那个小哥，我看你是想在这唱歌吧？是的。那啥，这边人没那么多，估计一会更没什么人，不如我带你去另一个人多的地方吧。好，麻烦你了。你跟着老板向旁边走去。我看这地方挺热闹啊。这有什么可疑惑的？那店家明显嫌弃小哥哥呗，怕小哥哥唱歌不好听，影响他的生意。我估计会去一个没啥人的地方。果不其然，再走了几分钟后，你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老板停下脚步，指着前方空无一人的地方。这边人多，你在这唱吧。好的，谢谢你。看着老板快步离去，热巴有些不满的撇了撇嘴。随后放轻脚步，慢慢的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你调试着吉他，直播间粉丝纷纷震惊道：小哥哥这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不会是在演我们吧？我一个正常人都无法如此精确的调试吉他。突然对小哥哥的歌声很有期待。将音色校正完成后，你抬起头，感谢大家聆听，感谢那位善良的小姑娘，让我有机会重圆我的音乐梦。听着你发自肺腑的感谢，热巴更加的羞愧。本以为他只是喜欢吉他，没想到差点毁了别人的梦想。不该怀疑小哥哥，我真该死啊！我真该死啊！下面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献给大家。富有节奏的弦声响起，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难道唱的是心声？又有谁能听到一个盲人的心声和叹息？就算听到了，又怎么会在意呢？主歌部分随着吉他的弹奏逐渐结束，你深深吸了一口气，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而富有力量。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听到会流泪的眼睛那一刻，热巴一瞬间眼泪打湿了面颊，心里有种冲动，想要上去抱抱他。想哭，想抱抱小哥哥。求地址，我想现场去给小哥哥一个拥抱。对呀，热巴，替我们抱一抱小哥哥吧。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变态，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接上集，热巴忍不住向前走了几步，却又退了回去。你的歌声还在继续，热巴实在不忍心打断。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依然是对仗整齐的歌词，却换了一种韵味。这个男孩希望知道同伴的去向，和他们继续并肩前行。至于明天和意外，无论哪一个先来临，
都要好好的生活。勇气都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热巴想着两人认识的经过，心中默默叹气道：如果我是歌剧里的那个人多好呀！随即耳朵立马红了起来。热巴，你可是艺人，艺人除了炒戏屁，哪可能会有真正的爱情？就这样在纠结中，热巴再一次泪水盈眶而出。歌曲结束，热巴用力的鼓着掌，还时不时的换个位置，想要营造出很多人鼓掌的气氛，小手拍得通红。好听，真好听。热巴这样子有些傻，拍的再响也只是一个人啊。热巴眼里只有小哥哥，恋爱脑上线。热巴瞪大了眼睛，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又有才华又温柔的人。你之前唱过歌吗？唱过的，很久很久之前了。那你之前有接触过吉他演奏吗？我看你对吉他好像很熟悉。听着女孩的声音，你觉得越来越耳熟，轻声笑道：有很多事情我记不清了，但是对于吉他，我这段时间每天都会去乐器店，那里晚上的时候会有老师教导孩子们弹奏吉他，我会在那里蹭课。你是刚才的那个姑娘吧？热巴脸上一热，下意识回答道：是的，你的歌声真好听，这里有很多人喜欢呢。刚才乐器店里让姑娘误会了，真不好意思。说起来，姑娘还是我的指路明灯呢，要不是姑娘的吉他，我也不会有这样的灵感。不仅给了我吉他展现梦想的机会，还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创作体验。听着你真挚的感谢，热巴刚消失不久的眼泪又星星点点的泛着光。而当你说是指路明灯，热巴心中泛起了小小喜悦。你买吉他是想要圆音乐梦吗？是的，我喜欢音乐，音乐会让我看到这个世界。姑娘，其实刚才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吧？听着你的问话，热巴愣住了。姑娘，上天关上门的时候，总会打开一扇窗子，我看不到，但是耳朵还是听得到，而且比普通人要灵敏一些。热巴见谎言被识破，笑脸燥热，转念一想，突然诧异道：这么说，刚才那人把你带来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也知道？是的。那人那么可恶，为什么不拆穿他呢？明明你知道这里没有观众，还要继续唱歌。直播间的粉丝们开始了猜测，小哥哥是怕得罪人吧？不，我觉得小哥哥是想练练嗓子。热巴看着你俊逸的脸庞，觉得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有些伤人？你想都没想，笑着回答道：我的听众就是你呀。那一瞬间，热巴感觉心跳突然加快了几分，全身好像有电流经过。舔屏，小哥哥太帅了。为什么我一个男人也有种心动的感觉？没错，心动的感觉，小哥哥是属于我的。你感受着系统面板人气值的疯狂上涨，笑着问道：姑娘，你应该是个主播吧？啊，笑不活了，主播热巴及时上线。小哥哥真会猜，小哥哥绝对想不到热巴的真实身份。热巴犹豫了一下，决定继续撒个谎。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变态，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接上集，热巴想了想，决定继续撒个谎。对，我是主播，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笑了笑，随口道：猜的。哼，瞧着你随口回答，热巴觉得有些敷衍。热巴好可爱，忽然有种养女儿的即视感。热巴闹情绪的模样，好像我女朋友。看到直播间里的粉丝们在调笑，热巴愤愤地跺了一下脚。怎么了？脚不太舒服吗？热巴微微一滞，然后指着地上，支支吾吾。刚才有一个小虫子爬过来，我吓吓它。哈哈，耿直小哥哥在线噎人。热巴机智过人，热巴不宠粉了，还说我们是小虫子。有虫子啊！你想了想，伸手在裤兜里摸出一个小铁盒。小哥哥掏出了什么？不会是定情信物吧？看热巴那么高兴，应该是根眉笔。小哥哥好像很穷耶，会不会是没努力捡瓶子，送了个钥匙扣？这是清凉油，天热了蚊虫多，我一般都会带一盒在身上，送给你吧。清凉油那玩意儿竟然还存在？你懂什么？可好用了。史上最特殊的定情信物清凉油，热巴肯定不要吧？热巴犹豫了一下，伸手从你的掌心拿起来。女孩子皮肤比较嫩，夏天出门带一盒放身上，蚊虫避而远之，也避免会有疤痕。这一盒我用过一点，你可别嫌弃。淡淡的清凉气息从上面传来，
热巴小心的放在腰间的口袋中。刚才你直播间里有人听我的歌吧？是的。多谢你了，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声。见你郑重的感谢，热巴深深的愧疚从心里涌起，握紧拳头，鼓足勇气准备道歉。这时你拿出盲文手机，按下了播报键。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不早了，姑娘早些回去吧。你送我的吉他品质非常好，我很喜欢。等我攒够了钱，希望有机会能够还给你。热巴咬了咬嘴唇，突然开口问道：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铁锤，你呢？我叫我叫小八，1、2、3、4、5、6、7、8的小八。小八，我记住了。说完，不等热巴回答，你拄着盲杖，按照盲文手机的指引，摸索着向所住的小区走去。望着你的身影渐行渐远，热巴咬了咬嘴唇，迈开大长腿，竟然又跟了上去。我的天，热巴化身跟踪狂魔，尾随小哥哥，怎么觉得有些怪怪的？一群老色批，热巴只是担心小哥哥的安全。跟着你兜兜转转，走了约有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城郊一处破旧的小区门口。你从小区门口的一个小超市里出来，手里多了一兜馒头和2根火腿肠。你没有立刻上楼，而是用盲杖探索，来到楼栋门口一片没过小腿的杂草丛。小哥哥的晚饭好简单啊，这么节省吗？馒头加火腿。小哥哥去杂草丛做什么？难道是怕人跟他抢东西吃？你来到杂草丛旁，左右转了转头，好像是在看周边有没有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2级反转。难道说小哥哥真的是装的？你仔细听着，确定周边没有人后，才蹲下身子，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柔声的喊道：旺财，出来吃饭了。一只小狗警惕的走了出来，大概是发现了熟人，小狗开心的摇晃着尾巴。这小狗好可爱啊！目测年龄不超过2年半。没想到小哥哥自己过得这么困难，心底却如此的善良。看狗狗对他的熟悉程度，明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你伸手将小家伙的身上仔细摸了一遍，没感觉到伤口和异物后，拿出馒头和2根火腿肠，轻轻揉碎了放在面前，而自己则拿着一块馒头慢慢的啃了起来。听着旺财安静的吃着火腿肠拌馒头，你咽下口中的馒头，温柔的讲述道：旺财，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姑娘。瞧着这幅温馨的画面，直播间里弹幕纷飞。身在黑暗，却愿意带来光明。我真是猪狗不如，竟然怀疑小哥哥，我真该死啊！不多说了，3巴掌送上。时间飞快，在和旺财嬉闹了一阵后，你再三叮嘱小家伙不要乱跑，有陌生人喊要藏好，记得去院里的水池边喝水。叮嘱后，你站起身，心满意足地向着楼洞口走去。上集，你站起身，心满意足地向着楼洞口走去。热巴紧随其后，跟着你回到了居住的地方。凑近一瞧，房子已经很老了，外面有一个走廊。在热巴靠近的途中，窗帘呼啦一声被拉开，你屋里的一切都被展现了出来。我以为他看不到，居住的地方应该是一团乱糟糟的，东西胡乱摆放，到处都是脏衣服和臭袜子，没想到屋里倒挺干净。你小心翼翼地将吉他放好，回到房间，脱下了被脱后还有些许湿漉的衣服。再次走出时，热巴下意识捂住了手机镜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块又一块的紫色的淤青遍布在你的身上。热巴松开了捂住摄像头的手，飞快地离开了你的住处，站在小区的门口，回想着2人相识的一幕幕。热巴目光坚定看着你居住的位置，心中暗道：热巴呀热巴，记住这个地方，一定要让那个小哥哥完成他的音乐梦。那个时间不早了，我要下播了哦。顾不得回答许多粉丝的疑惑，热巴直接下了直播。回到住处的热巴简单冲洗一番后，思索着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帮助你。很快进入梦乡，天刚蒙蒙亮，热巴就感觉枕头旁的手机震动不停，看到是蜜姐的视频电话。热巴按下接听键。蜜姐，这才几点啊？我还没睡醒呢。没事，听我说完，估计你也睡不着了。啊？什么事啊？有新剧本了吗？你上热搜了。热搜啊？又不是第一次上了，有什么好在意的？热巴强忍着睡意，还以为发生了多大的事。你直播间里的小哥哥和你一起上热搜了。啊？小哥哥上热搜了，是因为我吗？当然不是因为你，人家上热搜是因为那首歌。热搜上都说的什么？说热巴尾随妙龄帅哥，
欲图谋不轨。热巴怒泼盲人小哥，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惊现，民间歌手夜空中最亮的星。热巴，你感觉这小哥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啊？挺好的。热巴愣了愣，脸上浮起一层红晕，然后很快反应过来。蜜姐，你别逗我，你是想拉小哥哥到公司里吗？不然，你以为我说什么呢？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加入公司以后，最起码可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生活有保障。加上公司的资源，以后成为一个明星也不是不可能。我试着和他沟通一下吧，至于愿不愿意，看他自己的意愿。挂断电话，热巴发现睡意全无，换了一身衣服，来到了你居住的小区门口。盯着小区门口的小超市良久，热巴突然有了个主意，麻利的打开直播间。随着直播消息的推送，大量粉丝涌入，热巴朝着手机开心的打着招呼：“大家早上好，我是热巴。作为宠粉的热巴，满足粉丝的愿望，今天和我一起探寻盲人小哥哥的生活日常吧。”呆住！早晨7点的热巴，一天充满了生气。这背景好像是盲人小哥哥居住的小区耶，开心，又要看到小哥哥了。这么早，小哥哥应该还没有起床吧？看到直播间里的女粉丝，5句话有3句话都离不开你。热巴不知怎么的，心里怪怪的。这可是我的直播间啊，怎么都想着盲人小哥哥。热巴没有多说什么，迈开大长腿，走进了小区门口的超市。小姑娘，想买点什么？老头子超市虽然不大，但是五脏俱全。我要2根火腿肠吧。火腿肠，好嘞，1根1块，总共2块。小姑娘，我看你怎么有点眼熟呢？老大爷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你是昨天来过小区吧？热巴愣了愣，吓了一跳，还以为被认出来了。是啊，老大爷，你知道小区里有个很帅的男孩，但是是盲人吗？你说铁锤啊，挺不错的孩子，可惜眼睛看不见，没见过有什么家人，平时看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也没什么朋友，想想真的是挺可怜的。随后一脸警惕地问道：“小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呀？打听他做什么？他身上可没什么有钱的东西，你可别打他的主意。”直播间纷纷起哄，哈哈，老大爷慧眼如炬。热巴，我还没问你就全招了。小哥哥人缘真好。老大爷，您别误会，我是他朋友。朋友啊，不错。小姑娘，我就说嘛，哪有你这么漂亮的坏人？哈哈，这小子傻人有傻福，找到这么俊俏的小姑娘当朋友。热巴离开没多久，老大爷突然一拍大腿：“这姑娘怎么这么眼熟？是个大明星吧？我孙女手机上好像有她。大明星为什么会找小锤？”热巴轻车熟路的来到昨天那片草丛中，轻声呼唤着：“旺财，出来吃饭了。”小狗听到呼唤，悄悄的伸头看了一眼，发现是陌生人后，正准备大叫，看到热巴指了指楼上，冲着热巴嗅了嗅。热巴无奈剥开了1根火腿肠，名叫旺财的小狗立刻欢快地跑了过来。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个出租屋里，你感受着系统面板的50万人气值发呆。上集热巴在投喂旺财之时，你感受着系统面板的50万人气值有些发呆。这怎么一夜涨了这么多？明明昨天晚上睡觉之前人气值还没超过10万，难道是昨天的小姑娘回去以后又在直播间里推广了？真是好心的姑娘啊！这么下去，1亿人气值指日可待。你拿起桌上的馒头，正准备开始吃饭，门外却传来敲门声。谁呀？有什么事吗？是我。听着有些耳熟的声音，你脸上露出了微笑，摸索着开门。是昨天送我吉他的小姑娘吗？是我。进来吧。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家住在这里的？一听到这个问题，热巴立即慌了，支支吾吾的解释道：“那个，我不是知道你名字吗？昨天好像看到你走到小区附近，我就打听了一下，就找到你了。”这样啊，听对方没有再怀疑，热巴这才松了口气，环顾着屋子里的家具。这么热的天，连一个电风扇都没有，热巴的鼻子有些发酸。小巴姑娘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是关于昨天那首歌。见你不太明白，热巴柔声道：“昨天我直播间有许多粉丝听了你的歌，因为觉得好听，给了我一些打赏。我过来是想跟你把这些钱分一分。”是这样呀，真的是因为我的歌吗？你挠了挠头，帅气的脸上有些疑惑。爱了，小哥哥傻乎乎的更好看了。热巴，近一点啊，我要舔屏。小哥哥居住的地方好简陋啊。
热巴近距离看着你的脸庞，连连点头。对了，大约有2万块钱，我们对半分。2万对半分。听到这，你摇了摇头。啊！热巴愣住了，脸上有些失望。难道是嫌少吗？要不我再加点？天哪，小哥哥飘了，2万还嫌少？小哥哥不会以为2万块钱很好赚吧？不看了，小哥哥太自大了。失望，小哥哥竟然见钱眼开。就在热巴准备将钱全部拿出来的时候，你说道：“对半分太多了，你是主播，每天赚钱也不容易，借助你的直播间，才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声，不用给我钱。”那怎么行？必须对半分，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的歌曲？你一个小姑娘，风吹日晒，还要应对别人的为难，在户外直播多不容易。我只是唱了一首歌，可不能拿你的血汗钱。不行，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赖着不走了。哼！热巴哼了一声，大有一副软的不成，我就耍赖皮的样子。爱死了，小哥哥太温柔了。怎么还有人因为嫌对方拿钱少吵架？开盘了，开盘了，我赌热巴赢。好男怕女缠。你想了想，小姑娘一大早就过来送钱，如果驳了面子，对不住小姑娘的好心。好嘛好嘛，你就答应了吧。好，怕了你了，钱我收下还不行吗？好耶！听到女孩的欢呼声，你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热巴和小哥哥的互动好有爱。我觉得铁锤牌子的狗粮好好吃，你们呢？你将热巴递过来的1万块钱放在枕头下，心底对热巴的信任又提高了几分。这姑娘肯定是看我是个盲人，居住环境太差，所以才想帮帮我吧。这份恩情必须要还。你笑着说道：“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大恩不言谢。若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小哥哥不必如此。说起来，我这次来是……热巴起身的时候，才发现你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冷馒头和一点咸菜。你早饭就吃这个？也不全是这些。你摸了摸头，笑道：“因为看不到，所以做饭有些麻烦。这些吃起来方便，还耐饿。”那你平时还吃些什么？什么便宜吃什么吧。每个季节都会有一些很便宜的蔬菜，偶尔也吃个水煮蛋什么的。热巴咬了咬嘴唇：“我给你做顿早餐吧。”热巴转过身子，走到了厨房中。疯了，我听到了什么？热巴要给小哥哥做饭。普大喜奔，热巴蜕变为贴心小姐姐。你怎么都没想到，竟然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要求给自己做饭，感觉到久违的温馨。你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过了约10分钟左右，诱人的香味从厨房中传出。热巴端着一盘番茄炒鸡蛋和清炒黄瓜片放在桌子上，然后又去将热好的馒头和粥端了出来。久等了，快吃吧。小巴姑娘，你吃了吗？没吃的话，一起吃吧，多双筷子，多一个人，屋子里也多点人气。热巴没想到你吃饭前会先关心自己，愣了一下，起身从厨房拿了一双筷子，盛了一碗粥。来的时候吃了，不过还可以再吃点。好，那一起吃。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那就好。简单的饭菜却让你吃的如同美味大餐一样。热巴笑颜如花，心中既有淡淡的成就感，还有着无法挥散的心疼。吃过饭后，你伸手想要将盘子碗筷收起来。你坐着休息吧。热巴收拾好碗筷，很快就将碗筷洗刷干净，又做饭又帮我刷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没想到只是唱了一首《你是我的眼》，却让热巴对你产生了异样的情愫，甚至还提出让你去他家里住。又做饭又帮我刷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不用这么客气，其实我找你是为了你的歌来的。我的粉丝很喜欢你的歌，我希望能通过你唱歌来为我增加更多的人气。笑不活了，大明星还需要小哥哥来增加人气。热巴这是想带小哥哥进娱乐圈吧？在线抓住爱撒谎的热巴一只。听到热巴说可以帮助他增加人气值，你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真的吗？那我再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好呀，你要唱什么歌？你静静地面对着热巴，仿佛真的能看到面前的女孩。思索了一会，你认真地说出了3个字：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热巴愣了愣，在脑海中搜索着有关这首歌的记忆，却发现一无所获。这不会又是一首原创歌曲吧？总感觉歌的名字有特殊的意义。热巴捡到宝藏男孩了。拿到吉他，你轻声问道：直播间打开了吗？开了，你可以随时开始。你望着热巴的位置，舒缓的前奏响起。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一改昨天的青春激扬，你低沉的嗓音在屋子中回荡，瞬间让热巴双手紧紧地捂住胸口，心跳如同小鹿，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心中既有几分悸动，又有几分心疼。直播间里同样炸开了锅，这难道是首表白的歌？竟然当面表白，应该不是表白，听着有些许遗憾。你的歌声还在继续。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你唱完这一段，热巴渐渐从害羞和惊讶中醒了过来，倾听着你的歌声，热巴心中浮现出两人驾车出去游玩的场景。小哥哥好会哟，这么平凡的事却做不到，做一个正常人真好。小哥哥很渴望恢复视力吧？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你的这一段声音中蕴含着一些遗憾，那种遗憾并不是错过或者失去，而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听得热巴不自觉地红了眼眶。因为看不到才会没得选择吗？他心中应该有一个深爱的女孩吧。吉他的弹奏开始变得更加悠长，直播间里的粉丝们悄悄地竖起了耳朵。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随着低沉向着中音转换，你的歌声让热巴和直播间里的粉丝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盲人的痛苦和无奈。等下唱完歌后，一定要找个借口带他去做个检查。无论如何，只有一丝可能都要治好他。那到时候要不要在一起呢？热巴脑中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吓了自己一跳。唱完这段后，你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大招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作为专业的，下面肯定是王炸。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3个高亢排比句，加上第4句重复低沉的收尾，热巴仿佛一下子被带入到了你的世界中。热巴，别乱想了，这才认识2天，进展也太快了。可是，心里好感动，我真的愿意当他的眼。但很快，热巴又有了一丝担忧。是我想太多了吧？有没有可能他是唱给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这首歌让我忽然发现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充满了正能量和乐观的态度。和小哥哥比起来，才明白光明是多么珍贵。那个小巴姑娘，我唱的怎么样？你的粉丝喜不喜欢？有没有给你增加人气值？热巴吸了吸鼻子，望着你关心的模样，笑了出来。很好，我的粉丝都很喜欢呢，人气值增加了不少。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你说，只要能帮你增加人气，我都答应。听到这句话，热巴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热巴垂下头，用几乎不竖起耳朵都听不到的声音，轻声说道：要不你搬到我那里去吧。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变态，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要不你搬到我那里去吧。搬到你那里去？你张大了嘴巴，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姑娘是什么意思？对方是想和自己合租吗？不对，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同样傻眼的还有直播间的粉丝。哦吼，热巴这是想要结束单身生活吗？啧啧，和热巴同居，想想就刺激。同居，同居，同居，重要的事情说3遍。你知道热巴是好意，不过还是决定婉转拒绝。这个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看着你有些惊讶的表情，热巴俏脸瞬间红了。不是你想的那样，该怎么圆这句话？如果直接说是蜜姐的公司，他肯定会认为我是个骗子。热巴缓慢组织着语言，开始说道：“我说的是搬到公司去住，包吃包住。我表姐开了一家小公司，公司规模不大，大概有20-30个主播。公司每个月有底薪保底，打赏和公司对半分。我感觉以你的条件，做个主播蛮好的。公司那边生活条件也会好上很多。”而且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比如唱歌，公司也会推广你的歌曲。蜜姐出来看表妹了，热巴在反向宣传你们公司呢。笑死了，热巴这波宣传，蜜姐看了估计要气死。你听着热巴的介绍，内心有些心动，这条件是不是有些太好了？不会是小八看自己生活条件太差，同情自己，才故意这么说的吧？那这钱大概率就是小八自己出了。这个要不以后再说吧。热巴一听，顿时明白你在担心什么，柔声道：“你可不要多想，我是觉得你才华过人，想要让你给我带来人气的同时，为表姐的公司再尽一份力。”是这样啊，也是，自己似乎除了唱歌也没什么好图的，更何况更大的平台，人气值肯定会增长更快。犹豫了一会，你开口道：“那个小八，我在楼下喂了一条小狗，如果我搬走了，恐怕旺财会饿死的。”旺财？当时我捡到它的时候，它才巴掌大小，公司应该不会让带着狗去吧？没关系的，公司有院子的，旺财可以看家护院，还能为表姐省下一份雇人的钱，一起带走就好了。热巴真是太会省钱了，勤俭持家的不二人选。李蜜，不愧是我的好表妹。既然事情说定了，你也不再纠结，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小锤啊，打电话有什么事吗？房租没关系的，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给我就行。王叔，我最近找了份工作，公司包吃包住，所以下个月就不租了。走之前提前把这个月房租给结了。找到工作了，恭喜你呀！可千万小心，别被骗了。放心吧，王叔。你准备什么时间去？我陪你一起吧。不用，王叔，我一会就走了。王叔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也就不留你了。不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回来，小区都有你住的地方。大家都很喜欢你呢。谢谢王叔。挂断电话，热巴忍不住问道：“小锤，哈哈，你好像很受大家喜欢呀。”你温和的说道：“不是大家喜欢我，而是照顾我。只要我出门，小区里的人们都会关切的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你摸了摸身边的桌子，对了，还要麻烦你帮我找辆车。我的东西不太多，只有一些衣物和吉他，屋里的东西都是大家帮忙给抬进来的。我用习惯了，也一起带走吧。方便的话，在直播间里打个广告。这里房租便宜，环境安静，邻居们都很好。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地方，你忽然有些舍不得。热巴看着你脸上露出的不舍，心里跟着有些伤感，连忙转移话题。好的，放心吧，你先收拾东西，我联系一下公司，提前准备好住的地方。就在你开始收拾衣物的时候，经过短短1个小时的发酵，你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眼》火遍了各大视频网站，热搜上更是再次出现了标题：天才盲人歌手又出新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和你是我的眼同时登陆各大视频网站的点击量排行榜。无数观众纷纷在听歌平台下方留言，要求听歌平台购买版权。2首歌曲的火爆同时惊动了各大音乐平台负责人。上集，夜空中最亮的星和你是我的眼同时登陆各大视频网站点击量排行榜。无数观众纷纷在听歌平台下方留言，要求听歌平台购买版权。随着唱歌片段的疯传，正在收拾东西的你惊喜的发现知名度又涨了20万。用我帮忙收拾吗？不用，东西不多，我自己可以。热巴想了想，来到走廊给蜜姐打了个电话。蜜姐，我租房子是吧？什么位置？啊，蜜姐，你进我直播间了？对呀，大表妹。我那是。我懂，
不用解释，沉迷于男色，不可自拔。蜜姐，你不要乱说，我和铁锤是不可能的，我帮他只是看中他的才华。热巴正了正语气，有些生气。好，说吧，要租哪里的房子？在你家附近就好，刚好离公司也不远。好，没问题。需要雇一个保姆吗？我看你家那位自己生活不太容易，你总不能天天给他做饭吧？热巴听到李密的话，犹豫了一下。不用了，蜜姐，这段时间我档期不多，而且雇个保姆恐怕他会感觉别扭。等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再找吧。一听到热巴准备去照顾你的日常生活，直播间炸了。我听到了什么？热巴要贴身照顾小哥哥喽。吃瓜，这是同居吧？热巴匆匆将电话挂了，然后继续联系搬家公司。联系完后，热巴在公司群里艾特所有人。大家好，我是热巴，一会儿我会领一位盲人歌手去公司，具体情况是……热巴仔细地解释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希望大家配合，一定不要露出犄角哦。在同事们纷纷回答收到后，热巴松了口气，有种见娘家人的感觉啊！可不是，期待大表姐现身。话说，万一小哥哥以后知道了怎么办？一时也是骗，一世也是骗。热巴回到出租屋里，看到你床头放着的1万块打赏，提议道：“我带你去办一张银行卡吧，顺便把这1万块钱存进去。毕竟随身带这么多现金也不太方便。以后给你开个直播账号，收益也会直接打到卡里去。”好的，都听你的。走进银行大厅，很快就有工作人员迎了上来。听到你想要办理银行卡，工作人员便将一张表交给热巴。以前都是公司有专人负责办理相关业务，没想到办理一张银行卡会这么麻烦。这个表需要填写你的身份信息，一会儿还需要用你的身份证。好的，给你。你伸手从兜里拿出身份证，没有半分犹豫，直接递了出去。望着你没有一丝怀疑和不信任，热巴心中的烦躁通通消失，像是吃了一个冰淇淋一样，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你在大厅等我一会儿哦，一会儿就好。热巴办完银行卡，将这2天直播打赏的16万全部转存了进去，兴高采烈的拿着卡去找你时，转眼却找不到人了。热巴连忙拿起手机，发现根本没有你的电话。小哥哥怎么回事？人生地不熟还乱跑？不会是被别人骗走了吧？热巴不要急，也许是去厕所了。热巴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位女士，您是在找那位拄着盲杖的先生吧？刚才他问我最近的冰淇淋店在哪，然后拒绝了我的帮助，执意要去给您买冰淇淋。哇，他去给我买冰淇淋了？对，那家店出门左拐50米左右，他一定很爱您。顾不得听工作人员在身后说了些什么，热巴迈开长腿，急匆匆地向着外面跑去。果然刚出门就看到你顶着大太阳，一手拄着盲杖，一手拿着冰淇淋，快速地向着热巴走来，好像生怕冰淇淋化了一般。热巴冲上前去，忍不住大声地喊道：“铁锤，你干嘛乱跑？”被热巴的声音吓了一跳，你先是一愣，然后连忙把冰激凌递了过去。小巴，给，这么热的天，快吃口冰淇淋降降温吧。接过冰激凌，热巴心中一阵后怕，还有些委屈，带着一丝哭腔：“你不要乱跑呀，吓死我了！”听着热巴就要哭出来，你连声道歉：“对不起，小巴，你别哭，女孩子哭会变丑的。”你才会变丑呢！看到冰淇淋的份上，原谅你了，下次不许了。还有，快把手机号告诉我。好的，我们这是去哪？去公司，带你见见你的同事和我表姐，省得你心里总是没底。很快，两人来到了公司，电梯门一打开，只见蜜姐和公司的工作人员站在公司门口。表姐，你怎么在这？小巴呀，这么热的天，来你也不说一声。我们刚开完会，别在门口站着了，都散了吧，走吧。小巴和小锤跟我去办公室。对了，我是李蜜，这家公司的老板，也是你未来的老板。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了变态，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李蜜。听到这个名字，你惊讶地张开了嘴。对，就是那个李蜜，同名不同人。走吧，边走边说。粉丝看到这一幕，直接笑喷了。李蜜，我好难，
还要陪表妹演戏。李密，我该怎么证明我不是本人？我先给你说一下合同内容，按照事先说好的，底薪3000加打赏兑半分。你的歌曲版权属于你自己，公司经授权可以使用，使用时会支付相应版权费。商业化推广后，按照3期分成，你7，公司3。听到这个分配结果时，你有些惊讶。我一个盲人，公司不要版权，使用时还付版权费，还提供设备，还动用资源帮忙推广，却只要30%收益，太不合理了。李密也是无声的叹了口气，心道：还不是有个小白眼狼你的合同，就知道为你考虑。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说出去，不知道多少人挤破头了都进不来。这份合同我不接受。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杨密俏脸上浮起一丝怒气。这么好的条件，还挑3减4，我倒是想看看你能说出个什么花。热巴在进办公室的时候就把直播间声音关了，因此粉丝们只能看到画面，便纷纷猜测道：小哥哥好像把大秘密都惹生气了。我好像看到小哥哥头上有一个大写的 V， 惨了惨了，蜜姐发火了。这不会是要棒打鸳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热巴不小心碰到了手机，直播间里又有了声音，只听你的声音在房间回荡。既然公司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我这人知恩图报，不愿意平白接受恩惠。第一，歌曲公司可以免费使用，不需要给我版权费。第二，对外授权，定价公司给出建议，由小巴决定。第三，授权收益按4-6分成，4分归公司，6分中2分归小巴，4分归我。第四，我愿意接受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请不要因为我是盲人特殊对待。热巴脸上露出惊讶和感动，没想到你竟然会把他加进去。那个我就不要了，我可以自己赚钱的。听我的，李密有些玩味的笑道。如果我不答应呢？热巴一听有些急了。蜜姐，小巴，你先别说话。那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回报小巴。你的话掷地有声，没有半分犹豫。好，看在小巴的面子上，我答应了。希望你不要后悔，在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还能维持本心，还不错。李密目光在热巴和你之间打转，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把他的眼睛治好，等他发现自己是真的李密，而身边的小巴就是热巴，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铁锤，你知道热巴吗？你愣了愣回道：知道，国民女神，很多人的偶像。那你喜欢热巴吗？喜欢了，她是我的偶像。不过老板，你怎么突然问这个？这次轮到李密傻眼了，不过很快反应过来，因为热巴也是我的偶像。行了，没什么事，你们先回工作室吧。坐上公司派往工作室及住处的车子。我表姐性格就是那样，有点喜欢捉弄人，你可别在意。蜜姐是热巴的死忠粉吧？啊！热巴怎么也想不出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有些不太肯定道。大概可能是。怪不得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敌意，不过这种感情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啊。哈哈，小哥哥这脑回路有点异于常人啊。神经病就说神经病，说什么脑回路？蜜姐再次哭晕在办公室。车很快停在了一栋小别墅前。我们到了。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了吗？是的。热巴有心想告诉你这是专门给你工作的地方，可是看着你那开心的样子，没有直接说出来。天哪，这是别墅吧？热巴竟然给小哥哥租了别墅。为了小哥哥，热巴也是煞费苦心啊。熟悉的狗叫声传来，原来搬家公司也到了。来到精心为你准备的直播间，屋子里有一股设备刚拆封的味道。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直播工作室，里面设备都是实体按键，上面刻着可触摸的盲文，你和我都可以用。热巴站在你身旁，每当你触摸到新的设备时，就主动拉着你的手去感受。这些不便宜吧？没事，公司垫付，以后直接从你工资里扣。看到热巴一点一点的教你熟悉设备，直播间纷纷投来了羡慕。热巴贴身指点，千金难求啊！小哥哥好幸福，我情愿瞎的是我。好期待两人一同开直播呀！热巴带着你熟悉完全部流程后，笑着说道：以后你可以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现在试一下直播设备吧。你愣了愣，家吗？我终于有家了吗？你摸索着打开直播间，心中好像有了归属，就像是水中的浮萍扎下了漂浮已久的根。我想要个家，漂泊的心再也不要孤独，只
流泪的时候有个人轻轻擦，再大的风雨也不会害怕。接上集，你摸索着打开直播间，心中好像有了归属，就像是水中的浮萍扎下了漂浮已久的根。下面一首《我想有个家》献给大家，希望大家珍惜家人，保护好自己的家。充满了渴望和期待的前奏声响起。每天都是副疲惫的顾家，从太阳升起慢到夕阳落下，没人关心也没有牵挂，独自对着天空心乱如麻。热巴呆呆地看着你，忽然有些心疼。铁锤他没有家吗？是因为我刚说把这当成家吗？一个人习惯了，自问自答，我要的幸福什么时候到达？这好像又是一首原创歌曲。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点，热巴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这种创作速度有些太快了吧？他是创作机器吗？直播间的粉丝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想要个家，漂泊的心再也不要孤独挣扎，流泪的时候有个人轻轻擦，再大的风雨也不会害怕。熟练地勾动着吉他弦，你帅气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忧伤。热巴一眨不眨地盯着你，似乎看到了温柔、善良、英俊的你，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害怕。原来他也有害怕的时候。想到这，热巴呆了呆，或许是听到热巴的心声，你忧郁的歌声接着在耳边响起。我想要个家，漂泊的心再也不要孤独挣扎，流泪的时候有个人轻轻擦，再大的风雨也不会害怕。铁锤，铁锤，在心中默念着你的名字，热巴的眼圈瞬间红了。这是在唱自己的经历吗？原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家。有个人低手笑着说我是个大傻瓜，在我转身的一刹那。怎么样，小巴粉丝们喜欢吗？热巴吸了吸鼻子，娇声道：大家都很喜欢呢，说你唱到了大家的心坎里，我的粉丝也增加了不少。你感觉到人气值已经不知不觉的超过了100万，脸上流露着欣喜。好，喜欢就好。你开心不仅仅是因为感觉帮到了热巴，在人气值超过100万的时候，系统突然给出了提示，可以通过人气值兑换前世拥有的能力和相应的熟练度，而人气超过100万的奖励则是钢琴精通。系统真是及时雨啊！看到你发自内心的笑容，热巴轻咳了一声。那个小锤，有件事我需要提前和你说一下。小巴，你说。热巴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道：我的直播工作室在隔壁的房间，其他的几个区域是为另外几个主播准备的，不过他们一般都在公司里，很少会来。这里其实是表姐为了照顾我特意准备的地方，算是小小的特权，平时我也会在这里住。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热巴有些心虚的看了你一眼。不过我从来没有什么其他特权。直播间里听到热巴的话，瞬间炸开了锅。热巴这是来真的，2个人住也挺好，又不是住在同一个房间。盲人小哥哥看着就让人放心。撒花庆祝，热巴竟然有了室友。你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对自家亲戚照顾一些是应该的，这没有什么，很正常。看着直播间热巴的表现，李密无声的叹了口气。这丫头对他还真是挺上心的，合同就先不改了，亏待铁锤，日后热巴家在中间会难受。只是铁锤再怎么优秀，依然摆脱不了他是盲人的现实。李密有些苦恼地望向窗外。算了，有机会还是找热巴聊聊吧。小妮子打小就没谈过恋爱，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伤着了。在李密有些发愁的时候，你摸着吉他忍不住感慨道：小巴，不得不说，有公司就是好，这套直播设备的收音太棒了，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设备。热巴得意地说道。那当然了，那可是本小姐精心挑选的。你犹豫了一下，张口说道：小巴，我想买其他的乐器，比如电子琴之类的，你可以帮我吗？啊，电子琴？热巴疑问道。你除了吉他还会其他的乐器？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
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鬼才，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啊，电子琴？热巴疑问道。你除了吉他还会其他的乐器？你点了点头说道，会一点吧。见你不像作假，直播间里粉丝再次震惊。弹琴啊，盲人小哥是怎么做到的？对呀，吉他还说得过去，钢琴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他要是会弹钢琴，我全程跪在榴莲上听。听到你确定会弹琴，热巴玉手一挥，不用花钱买，乐器公司都是现成的，你直接用就行。你愣了一下，那怎么行？那可是公司的乐器，是供大家使用的。放心吧，我们本来就是直播公司，哪有自己掏钱买设备的？这不是让员工寒心吗？何况这里的设备平常根本没有人使用，你放心用就可以。好吧，那听你的。对了，你刚开始直播，难免会遇到些不懂的地方，刚好我这几天没什么事儿，就和你一起直播吧。啊，你有些意外，不会影响你的人气吧？当然不会，你可是2天就创作出3首歌曲的主播，可比我要火多了。听着热巴的话语，你哪能不明白？小巴这是担心自己应付不了。谢谢你，小巴。不用谢，忙了一天了，你先下播休息吧。说完便把你送回了卧室。我出去处理点事情，醒了给我打电话哟。听着女孩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你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好像是做梦一样。你摸索着从床边来到洗手间，简单的冲洗了一下身上的汗渍，换上一套舒服的短裤，躺在柔软的床上，很快进入梦乡。另一边，热巴打车回到酒店住处，开始收拾自己的随身用品和衣物。在热巴收拾的同时，网上铺天盖地全是对你2天3首原创的议论，在各大网络平台疯狂的对你做出各种吹捧时，企鹅音乐平台的工作人员李全正在向部门总监汇报。老大，我们用户流失了半筹，通过多方调研，这才发现网易云和帅狗平台的新歌榜都是最近爆火的那3首歌曲。李密公司版权费要得太高，公司高层认为不值得这个价。李全和部门总监据理力争，最后却被总监恼羞成怒地轰了出去。回到岗位，李全打开网易云，戴上耳机，静静听着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想起因为工作理念不合，大半年没有联系的前女友，默默地打开了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喂，宝儿，我想你了，你们部门还招人不？作为无意间推动一对情侣复合的你，此时刚刚从床上醒来，下意识地按下报时键。沙雕时间下午3点整。感受着系统面板的240万的人气值，你暗自算了算，按照这个进度，大概还需要50首歌就可以达到要求了。不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2天的创作速度有些过于惊人了，还是和小巴商量一下再说吧。侧耳倾听一番，发现外面没有任何动静，想来小巴还没回来。为了以防万一，你还是穿上裤子，赤裸着上身，准备去客厅接杯水喝。来到客厅，摸索着接了一杯水，殊不知在客厅躺着听歌的热巴，小脸憋得通红。铁锤，他没穿衣服耶。哦，不对，是没穿上衣，他应该是不知道我回来了。想到这，热巴松开了手指，忽然有些理直气壮。对呀，为什么我要害羞？再说，男人的身体有什么好看？腹肌，8块腹肌耶，还有那流畅的人鱼线，好想摸一摸。没想到一个男人的身体会这么好看。热巴忍不住微微吸了一口气，你刚刚要回房间，忽然好像听到了若有若无的呼吸声，狐疑的转过头，发现并没有什么声音，你这才拄着盲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热巴蹑手蹑脚的回到房间，感受着疯狂跳动的心跳，对着镜子说道：热巴呀热巴，刚才什么都没看到，忘掉，快忘掉。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小巴，是你回来了吗？啊，是我。你稍等一下，我化个妆就出来。好，我在客厅等你。你坐在沙发上，听着耳机中的娱乐新闻，思索着一会出去买一些生活用品，总不能什么都用公司的。至于小巴什么时候能化完妆从屋里出来，你完全不抱期望。我还记得以前好基友每次约女朋友出来玩，等待时间往往大于1个小时，而且现在是夏天，阳光毒辣，
晚一会出去也挺好。只是没想到，大约过了15分钟，热巴就走了出来。我们出去转转，顺便买些东西吧。这么快？你有些惊讶地抬起头，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女孩子的化妆速度这么快的吗？好，你拄着盲杖站起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院子中，看到你和热巴从屋里走出来，躺在狗屋里避暑的旺财噌的一下跑了过来，围着你俩开心的又蹦又跳。旺财，你好好看家，我去给你买点好吃的。在旺财不舍的目光下，你俩走出了院子。我们乘着阳光，海上走了新的梦话。不要怕露出胸膛，留一点痕，你成了心难。接上集，在旺财不舍的目光下，两人走出了院子。一路上，热巴叽叽喳喳的给你介绍周围的环境。我们出来以后向右走，第一家就是超市。一会儿等我们转完后回来再去买东西。走了约15分钟，热巴发现才介绍了不到1/10。看着树下可以供两人使用的共享电车，热巴有了一个主意。来，坐好，我骑电车带你。热巴拿出手机扫了一辆共享电车，将你扶到后座上。热巴刚要准备拧动车把，忽然发现你的2只手无处安放的在两边摸索，似乎是想找一个可以抓的地方。这时，一对小情侣骑着电车风驰电掣的从两人身边飞过。瞧着那男生双手的位置，热巴一咬牙，红着脸拉着你的手放在自己的腰间，害羞的轻声道：“你抱紧我，但是可不要乱动。”说着，不等你回答，便向前冲去。车子突然启动，你下意识的环抱住了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女孩边骑车边给你介绍周围场所，轻盈的嗓音随着迎面而来的夏风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感受着女孩柔软而有弹性的腹部，你克制住心中的蠢蠢欲动，全神贯注地听着热巴的讲述。在周围逛了一圈后，两人来到了超市。小锤，你要买些什么？买些生活用品吧，肥皂、洗发液、洗衣液、食用油那些，再给旺财买个食盆和狗粮。热巴带着你在超市兜兜转转，买的差不多，准备去结账时，你忽然想起好像还没有给旺财买狗粮。旺财的狗盆这个大小刚刚好，那狗粮这个看着不错。等到付账的时候，热巴乖乖的站在一边，自觉的没有抢着付账。两人到家时已经6点多了，期间公司还送来了需要的乐器。简单吃过饭后，两人来到直播间，你摸索着打开直播。热巴没有开直播，而是直接坐在架子鼓旁边。这什么情况？我说怎么不见热巴开播？热巴怎么出现在铁锤的直播间？这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好，我是小巴。你紧跟着笑了笑，我是铁锤，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两人同时开口，令众多粉丝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他俩好搭啊，看上去很和谐。我还个鬼，那是郎才女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唱歌？唱可以，但是我不想哭了。热巴笑嘻嘻道：“小锤，粉丝们说你这2天的歌让人泪流不止，希望下一首能够欢快甜蜜一些。你有什么想告诉粉丝们的？”欢快甜蜜的歌曲可以有，不过见你望着热巴的方向，欲言又止，直播间粉丝纷纷弹幕道：“有什么困难，小瞎子只管说。”为什么看着热巴呀？难道不会吧？难道是想和热巴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就在粉丝们越想越歪的时候，你开口道：“那就看小巴姑娘是否愿意屈尊，成为我的架子鼓手。”真嘟假嘟，热巴竟然会打架子鼓。坐等热巴把鼓槌扔出去。谁说多才多艺的热巴不会打架子鼓？听到热巴轻轻敲了一下鼓，你心头有些感动，没想到小巴竟然真愿意为自己当架子鼓手。诸位粉丝，下面一首《阳光宅男》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心中充满阳光，就像歌里宅男一样。你双手疯狂拨动着贝斯，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走了新的梦话。不要怕露出胸膛，留一点痕，你成了心难。欢脱的快节奏演唱传递到粉丝的耳朵中，几乎所有的粉丝都傻了眼。唱这么快，小哥真厉害。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全身都想跟着动？歌词好欢乐的样子。身边的热巴听着你独特的嗓音，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随意一说，你就真的又拿出了一首风格不同的歌曲。热巴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甜甜的笑容。看样子我真的遇到了一个宝藏男孩。让我们乘着阳光，爱上中了吸引的魔法。不要怕露出胸膛，留一点痕，你成了型男。收到手机提醒，李密也悄悄地进入了直播间，看着两人默契无间的配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铁锤他还是个人吗？吉他玩得溜就算了，钢琴弹得也毫无障碍，现在又开始玩贝斯，难道这世界上真有天才？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鬼才，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难道这世界上真有天才？带着深深的疑惑，李密又看向打着架子鼓的热巴。这还是那个天天零食不离嘴的小仙女吗？这微笑和好奇的眼神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种自家养了好多年的白菜要被拱的感觉？一曲结束，粉丝纷纷起哄道：铁锤小哥哥，这是在教宅男谈恋爱吗？小哥哥唱歌真好听，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小巴，这首歌还可以吧？很好听，很欢快。那就好。你正想和粉丝们说2句话，没想到热巴直接抢先到。好了，各位粉丝，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哦。说完就光速关掉了直播间。对不起啊，我忘记开空调了，看你出了好多汗，你先去冲个澡吧，出汗了再吹空调容易感冒。好的，这就去。洗过澡后，你坐在床边，感觉到系统知名度又增长了20万，沉下心去探索有哪些可以兑换的内容。惊喜发现有一项盲人精通技能，60万你倒吸一口凉气。虽然有些牙疼，不过一想到生活或许会更加的便利，你还是决定兑换。随着60万人气的消失，你感觉身体像是解开了某种枷锁，仿佛从一个刚刚失明的小瞎子成长为已完全习惯盲人生活的瞎老头一样。好神奇，只要摸到的东西便能清楚地记住它的位置。此时的自己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独自出门总会摔倒的萌新盲人，而是一个习惯了黑暗的老盲人。就在你满心欢喜感受着这种变化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小锤，洗完了吗？洗完了。我订了一份麻辣虾尾，一起出来吃吧。好，这就来。见你出来，热巴明显感觉到你与之前不同，似乎他走路更加流畅了，不再像之前畏畏缩缩。闻着好香啊！你稍等一会儿哦，我包完你直接吃就好了。你内心很感动，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你剥虾，谢谢你，小巴。你不用这么客气。在你们休息的时间，各大平台上你俩又火了。这一次不仅仅是因为你再次创作一首新歌，而是因为两人一起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引起了大量的非议。大量粉丝在热巴微博下祝福，恭喜热巴喜提小哥哥一枚，什么时候公开呀？喜糖宠粉的热巴，记得给我们发喜糖哟。磕 CP 坐等吃甜蜜狗粮。然而有人祝福，自然也避免不了有人质疑。各种博人眼球文章纷纷冒出来质疑热巴和你的关系。盲人歌手疑似热巴新欢，震惊！热巴与盲人歌手不得不说的故事。利用残疾人炒作，热巴良心何在？隐瞒身份，欺骗盲人，热巴撒下弥天大谎。随着时间的发酵，各个平台基本都是对两人关系的推测。一大早，李密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面前舆情风控小组的汇报，脸色显得有些凝重。虽然猜到会有舆论，但没想到传播的这么快。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到热巴的个人发展，搞不好会将公司也一同拖下水。你们通知热巴现在来公司一趟，你们小组继续保持关注这个事情，有什么事情及时告诉我。先出去吧。没过多久，热巴便来到了公司。蜜姐，女人睡眠不足会变丑的，这么早叫我过来是有档期了吗？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也不是，就是临睡的时候卧室里有些动静，幸好小锤帮忙把旺财喊了过来。铁锤昨晚进你卧室了？是啊，不知道哪跑来了一只老鼠，躲在我的卧室里。你被看光了？啊，怎么可能？他看不到的。再说我还穿着睡衣，顶多就是。似乎想到了什么羞人的场景，
热巴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他对你做什么了？阴冷的话语传来，吓热巴一跳。蜜姐，你干嘛呀？有些吓人。哼，说他怎么你了？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是怕你受欺负啊。不会的，蜜姐，你放心吧，他不会欺负我的。唉，这个事暂且不提，这是舆情风控组提供的材料，看看吧。看完以后，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以及需要公司怎么做。这些家伙有些过分了。第一，现在我和铁锤只是普通的朋友，两个人之间清清白白，我问心无愧。第二，希望公司冷处理，刚好可以借着舆论把铁锤的歌推广出去，免费的广告也没什么不好。你呀，都这时候了，还在为他着想，这可是把你放在火上烤。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李密哪能不知热巴的心思？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这件事拖得越久，你越难找机会去开口。你应该想得到，如果最信任的人骗了你，你是什么感觉？我还是想再等等，最起码等他拥有超过我的粉丝数量。那时候我告诉他我是热巴，哪怕他不认我这个朋友，也应该可以很好的生活了。望着热巴有些低落的心情，李密有些心疼。傻妮子，何苦呢？按照你的算法，这辈子你们俩在一起得了。热巴听着风铃的声音，决定要亲手送你一个礼物。傻妮子，何苦呢？按照你的算法，这辈子你们俩在一起得了。哼，他要是敢不认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一听李密要动真格，热巴急忙说道：蜜姐，我就说说而已，我开玩笑的。其实现在挺好的，铁锤他是一个盲人，还不知道我是明星，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小主播，说实话，这种感觉蛮不错。蜜姐，除了你和家人，很久没有人这么和我相处了。李密正准备劝一下，结果热巴来了电话。是小锤。开免提。喂，小锤。小巴，吃饭了吗？我刚才敲门没听到你的声音，你是出去了吗？是的，公司有点急事，走之前看你还没起来，就没喊你。上午一会儿还要处理些业务，中午就不回去吃饭了。好，专心忙你的就好，晚上我等你回来吃饭。放心，你可要按时吃饭，我没在家，可不能再啃馒头了。对了，附近有。眼见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叮嘱，李密听得都快甜死在糖罐里了，故意轻咳一声：小巴，材料准备好了吗？热巴这才想起来还有人在身边。小锤，我还有事，先不和你说了。说完便挂断了电话。那少女憨憨的可爱神态，看得李密一愣。小巴，你现在的模样，说你们没在恋爱，我才不信。蜜姐，你又打趣我。好了，不开玩笑了，说正事。你上次给我的病历，我让国外专家看过了，他们说这种失明无法医治。啊，无法医治？热巴明显的有些害怕。是的，经过多次讨论，铁锤的视力器官并没有任何损伤，所以无法医治。但是不排除以后等医疗技术再发达一些，找到真正的病因，治愈的可能性。那就是还有可能会恢复光明。想起你那双充满灵气却暗淡无神的眼睛，热巴像是抓紧了最后一份希望。不说这些了，既然来了，就帮我把一些事情处理一下吧。处理完了，晚上请你吃大餐。不了，晚上我要回去吃饭。哼哼，以后我也是有人在家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了。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这妮子。李密苦笑一声，忽然有些担心两人的未来。在热巴忙碌着处理公司业务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熟悉厨房，有了超强感知的能力。你将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和厨具反复触摸，确定细致化轮廓没有任何差错后，开始尝试着洗菜做饭。这种不依靠双眼就可以流畅的使用厨具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早上简单的炒了个土豆丝，吃着自己亲手做的早饭，尝着和前世相差无几的味道，你感到十分满足。热巴中午不回来吃饭，有些可惜，不过也还好，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晚饭了。回忆着冰箱里的食材，你决定出去采购一番。清脆的风铃声将刚处理完业务正在发呆的热巴唤醒。风铃，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也挂了一个风铃。风铃，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买个风铃送给小锤吧。说完便打开同城配送，选了款十分好看需要自己编织的风铃。这个小铃铛也不错，给旺财买个吧。随即兴冲冲的下了单。
等待着同城快递送货上门，哼着轻快的阳光宅男，热巴充满干劲的样子，引来了其他员工的侧目。过了不到1个小时，快递小哥抱着一个鞋盒大小的快递送到了公司前台。眼尖的热巴看了一眼手机的提示，一路小跑着来到前台，在前台小姐姐饱含着祝福的眼神中落荒而逃。哼，臭铁锤，都怪你，害得我被人笑话。晚上的外卖要是不好吃，要你好看，到底会是什么好吃的呢？咦，这个绳子好像穿错了。哎呀，好复杂啊，有这么难吗？要不拿回去让小锤试试。瞧着热巴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还时不时苦恼一下，悄悄从他身边经过的员工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花了足足1下午的时间，翻了不知道多少遍风铃编制视频，热巴终于赶在公司下班前将风铃编制好了，总算完成了。热巴拿起漂亮的风铃，小心地装进盒子中，一溜烟跑出了公司，坐在车里，一路上远远地看着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想到今天起将会有一盏灯是在等待着自己，热巴心中一暖，有个家真好。不经意间，那些负面的舆论在脑海中闪过。刚下车，热巴打开直播间说道：嗨，粉丝们，我是宠粉的热巴，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铁锤准备的晚餐，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刚进小院便闻到一股香味，哇，这是什么味道？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旺财迈着小短腿，摇着尾巴，欢快地附和着：嘿嘿，旺财跟我来，一会儿送你一个礼物。就这样，一人一狗顺着香味来到了屋中。意外来到平行世界，你一天挣不到一根眉笔的屌丝，没想到只是在角落摸了摸吉他，却被国民妹妹误认成鬼才，甚至还给你不吃不喝2年半买的吉他给砸了。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盲人。接上集，一人一狗顺着香味来到屋中，正好看到桌子上摆放着2菜1汤，而你刚好端着一盘炒牛肉从厨房中走出来。啊，这看着你熟练的把菜放在餐桌上，热巴有些傻眼。小锤，这些菜不会都是你做的吧？直播间里的粉丝也大为震惊。天啊，这不会是小哥哥自己做的吧？怎么可能？我一个正常人都做不好饭。小哥哥从哪里学的？看着好下饭啊！肯定是外卖打包盒他给丢掉了。听到热巴惊讶的话，你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身去厨房将2碗米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回来的刚好，晚上吃米饭，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那种融洽，感觉2人就像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老夫老妻一样。旺财，给你的碗里。小巴，快尝尝吧。鱼香肉丝、炒牛肉、麻婆豆腐、小汤圆都是些家常菜。你将筷子递给热巴，然后将手有些不自然地缩回去。虽然速度很快，不过热巴还是看到了几道红色的划伤。小锤，热巴心底有些感动，表面装作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大美食家，请开始你的表演，粉丝们可都等你分享哟。你没想到现在还在直播，愣了一下，温和的讲道：麻婆豆腐清香麻辣，下饭首选；小炒牛肉鲜嫩酥软，补充人体氨基酸；鱼香肉丝偏甜口，解辣，配菜多，补充维生素；小汤圆专门给你做的。木了，这波狗粮我吃的心甘情愿。刚才小哥哥的手上好像有伤，我也看到了，难道东西是抢来的？热巴，快尝尝，不行我替你吃也行。热巴拿起勺子，把麻婆豆腐放入嘴中，好吃，辣得太地道了。粉丝们先吃饭了哈，太好吃了。小锤，快吃快吃。啊，就这样把我们丢地上不管了？不是，我们也没吃饭呢，到底好吃不好吃呀？热巴不会是在演戏吧？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吃过饭后，热巴拿起手机，直播间的粉丝们，吃饱的我又回来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美食家铁锤，从哪发现这么多美食？小锤，我的粉丝们对于你的点菜技巧很好奇，你能不能和粉丝们分享一下如何判断饭菜是否好吃？你望着热巴说道：很抱歉，我只能分享我的做菜心得。啊，你是说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做的？虽然通过手上的伤口猜到了这一点，可是真正从你口中说出，热巴还是十分的惊讶。对，都是我自己做的。热巴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男生，有些无法相信耳中听到的话，回味着那不比饭店差的手艺，想象着你炒菜的画面，
热巴的眼中泛起了泪花，同时心里也有一些小确幸。这可是我发现的宝藏男孩。对了，小锤，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礼物？你一脸期待地望向热巴的方向，直播间也是弹幕满天飞。传说的定情信物要出现了，一个准备晚餐，一个准备礼物，双向的耶，好期待！热巴会送什么礼物给小哥哥？在你和粉丝们都在期待着的时候，热巴拿出了一个铃铛。旺财，过来！铃铛给旺财的，不是说送给我的吗？小哥哥的表情好逗呀！人不如狗系列，小瞎子这下傻眼了吧？热巴站起身，看着你傻傻的表情，呼哧一声笑了出来。铃铛是为了让你知道旺财的位置，给你的礼物在这里呢。热巴将一串风铃递到了你的手中，听着风铃清脆悦耳的声音，你鼻子有些发酸。小锤像是约定好了，两人同时开口，这种默契让直播间里的粉丝大呼过瘾。你先说。又是异口同声，热巴直接闹了个大红脸。要不你先说。甜死了，为什么让我一个单身狗看到这个？我是来看小哥哥的，热巴放过小哥哥，让我来。这不是炒 CP， 是真 CP 吧？这时热巴的手机忽然响了一下，看了一眼信息内容，热巴连忙对着直播间说道：粉丝们，今天我的直播就到这里喽，下次直播见。说完迅速下播，望着你说道：蜜姐说有点事要给我打个电话，估计是有什么工作需要交接。好，那我正好带着旺财出去遛弯，你忙完了告诉我，有时间了我去开个直播。路上慢点，别走太远，应该很快就说完了。喂，蜜姐，是关于小锤的吗？你这妮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铁锤？不过倒真和他有关。